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ory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入住了我非常喜欢的万豪印加招待所，感受了乌鲁班巴小镇的人文风情，也带大家打卡了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。这一集呢，我们参加了一个圣谷一日游，会带大家去到圣谷这边的4个景点。之前做攻略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说这几个景点很坑，不过也有人说这几个景点很值得一去。那事实究竟如何呢？我们等下会带大家去看看，并且给每个景点打分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吃一个早餐。我最喜欢吃他们的这个炖猪肉，就是那个 pork， 这是大的玉米。这是一个大的。他们酒店的青酱真的是一绝。我们是在 Get Your Guide 上面报的团，几乎所有的团都是从 Cusco 出发，所以我们从圣谷这边出发就只能订到私人团，价格也会相对的贵很多。整个旅程就只有我和松松一个导游外加一个司机。如果是住在 Cusco 的小伙伴，可以在武器广场周围的旅行社门店报团，据说会便宜很多。私人团比较自由，导游会先跟你沟通今天要去的几个点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删减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是位于欧砚台的一处印加遗址。我们现在到了 Ollantay Temple， 然后去参观他们这边的一个遗址，就在小镇边上，走路过去。这是 Ollantay Temple Ruin， 现在要走这个楼梯，一路爬上去。欧砚台的海拔大概在2800米，我也是没有想到一大早的第一个景点就要爬坡，这个坡可比昨天马丘比丘的硬核多了。 Nice exercise。 欧砚台这边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连接着 Cusco 和亚马逊，三面环山，在地理位置上也属于重要的战略要地，所以原本印加人是要在这边建一个结合了军事、宗教和行政的综合性中心，可惜还没有建完，就遭到了西班牙人的侵略。导游说这些房子底部的石头是古印加时期被摧毁的废墟，重建时再在上面砌了墙。导游说这个把手是为了能把石头抬起来，因为整个神殿都是由这种巨大的石头严丝合缝地拼接起来的，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，太神奇了。我们下来了，古印加人当时把水渠系统都已经建好了。这个遗址满分10分的话，我会打个8分。其中导游的讲解可能占5分，因为光是看你可能觉得这个景点没什么好看的，但在导游的介绍下，你可以了解到很多故事和知识，比如古印加人为什么要建阶梯状的堡垒，他们是如何测量建筑的角度以保证对太阳的观测，石头是从哪里运过来的，又是怎么建造成宫殿的。在现场一边观察一边听课，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在去第2站的路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建在峭壁上的旅馆，需要攀岩加好几段吊索才能抵达，应该就是的嘟嘟妹有介绍过的那个。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正在往上爬。我们的第2站是某瑞梯田，在开过去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可以俯瞰圣谷的绝佳拍摄地点，我们就停下来飞了一段无人机。第2个景点某瑞梯田是由4个大小不一、高度不一的同心圆平台组成的，
最大的这个直径有150米，最深处有30米。这是当时的农作物实验场，因为每个梯田海拔都不一样，古印加人用这个来研究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农作物生长情况。一旦成功存活了的话，这些作物就可以被移植到附近的城镇来种植。这个景点相对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停车场下来走走看看，大概20分钟内可以逛完。我给个6分吧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南美洲的冬天，如果是夏天，这边的草都绿了的话，应该能拍出很不错的照片。导游带我们来吃午餐啦！猜猜这个是什么？让大家猜猜吧。这是黑玉米吗？还是我理解错了？黑玉米，但是是玉米酿造的有点发酵以后的那种，像酒一样，非常好喝。嗯，像橘子汁。是吗？点了一个综合烤串，有鸡肉、牛肉和一些蔬菜。然后这是他们的特色美食，忘了叫什么名字了，我会放在屏幕上面。这个是松松点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这是alpaca的肉饼。啊，这是羊驼肉。我们今天的第3个景点是盐田，这也是评价很2极的一个景点。还没开到，但是上面已经可以看了，好震撼啊！现在我们开下去，我们已经停好车了，现在要往下走。发现昨天这边有个活动，我们错过。这也是这边的原住民在很久以前发现了这个山泉是盐水泉。你看它这边流下来的时候，两边都是结晶盐，然后他们的祖先就建了这片盐田。导游说大约有3-4千个盐池呢。现在这个盐池都是由当地居民管理，就跟以前分田一样，世代相传。你看，都是一大家子出来干活。他们也是等盐晒出来以后，把它装袋挑到另一边，然后应该会统一按照重量分钱吧。导游说这种盐的品质比海盐还要好。他盐田门口有一排店可以买，我们路过的时候司机都进店买了2包，看来质量是真的可以。给这个景点打分的话，我个人会给8分。我觉得视觉上是真的很震撼，也很出片。如果住得不太远的话，是非常值得一看的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是一个叫 Chinchero 的小镇，海拔接近3800米，是圣谷这边海拔最高的小镇。这里的建筑有着印加和殖民结合的风格，跟 Cusco 还有乌鲁班巴都不一样。建筑是白白的，一走上来就觉得很圣洁。最上面的广场是这个小镇的地标 Chinchero 教堂，它门廊的壁画非常华丽好看，都是西班牙人带进来的。这里的居民大多都有印加血统。在广场旁边的梯田上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晒土豆。这个就是晒过的跟没晒过的区别。这个小镇里面还有一个体验编织的场所，但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去。作为景点的话，我给它7分吧，是挺特别的小镇。来得早可以多逛逛。随后我们就回到了乌鲁班巴，吃了不太好吃的意大利菜，羊腿、海鲜烩饭、酸奶蛋糕。
圣谷一日游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玩的还挺开心的。那下一集我们会去一个叫 Juarez 的小镇，开启我们的徒步之旅。那我们下周见咯，拜拜。